我们移民澳洲已经差不多9年了，对不对？然后我们这间店3年了。对，第3年了。这一集呢，我想抛开就是那种在澳洲创业，就是好像很开心啊，然后大家来这边都是想要一定要开一间店这种美景。我们今天呢就走一个我们实际的买店开店的一个流程，然后跟大家就是简单稍微聊一下，在澳洲开店呢有哪一些地方就是要注意，还是说有一些隐藏的费用，你可能开店前你会比较不知道。然后呢，我觉得开头先提一下啦，就是我们的店在塔斯马尼亚嘛，那每一州每一个地区的价格应该会不太一样，就是以一个在塔斯马尼亚的一个行情，然后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那今天的主题呢很简单，就是有4个大的方向。首先呢，就是一个开店看店的一个流程，然后第2个部分呢就会分享关于员工这件事情，再来除了成本之外有哪一些隐藏费用，然后第4个部分呢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差不多到了第3年才真的有在可能比较轻松有在赚钱这样。然后最后结尾的部分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到底在澳洲要不要开店。今天呢就邀请了我老婆来跟我一起拍影片，你们看到她通常都是在那个 vlog 影片吧，对。然后因为整个咖啡厅呢都是我老婆在经营，所以他会比较了解一些比较细项的东西啦。那我今天就丢一些问题给他，让他回答。是有2个方法可以去找一间店，要么就是买别人已经在经营的铺，就是盘下来自己做，改成你自己喜欢的风格这样。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平常逛街看到一些好的 location， 然后你看到它有空的店面要租出去，那你也可以去跟那个 agents 去联系这样子。自己是做咖啡店，这是餐饮业，本来空置的那一间店它不一定就是上一手也是做餐饮，有可能他只是做零售。看到这样子的店面，那如果想要接手的话，首先就是要先去问 agent 房东那边愿不愿意，就是把那个店面改成是做餐饮的，因为他那个格局完全不一样。第2就是如果要这样子改，就是需要考虑到成本的问题，那就一定会多很多，需要去跟看守那边申请，然后要请人去画图，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到很后面才是那种什么设备啊，有的没的，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我们是接手本来已经是做咖啡厅的店，那我怎么找到它的？我就是在网络上找到的。就是一般最大的途径就是2个，要么他们只是会 po 在比如说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上面，要么就是很像commercial business 也有一个很像 real estate 的一个网站。对，我就是当初我就是在那一种网站上面找到的，只是他们是专门做 business 买卖的。那如果在网络上看到合适的话，就可以跟他们联系，然后去看店。那如果看完店你也很喜欢的话，那就可以开始跟他们出 offer 了。当然会问清楚，就是他卖这个 business 它的价格里面包含了什么。一般就是看他们会包什么设备啊，跟那些什么家具啊、器材啊，诸如此类的，一般是会包的，因为卖的那一个也不会想要就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他需要自己再重新再去卖一次或是去处理，一般他们会整套就是卖。但我也有看过有些店它是真的是分开的，就是他卖 business 卖 business， 但他的设备是不卖的，所以变成说他的设备是要他自己要处理，然后只卖那间空的 business 空的给你的。对。那再来呢，看完店铺之后，然后也知道它那个包含哪些东西嘛，是不是就要进入到那个看报表的流程呢？一定要叫我老婆出来讲因为我觉得看英文OK， 英文加数字加趴数加法规 no。 对，没错，下一步就是对，没错，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看他以往的业绩。开始一个 business 之前，有2个人你是必须要找的，第一个是律师，第2个是会计师。首先律师会帮我们就是处理
就是买卖 business 的一些文件啊，很多那些 document 都是需要经过一个律师去沟通。对，然后第二个会计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喜欢那个店了，然后也开始想要就是考虑出 offer 了，然后你就会跟他们要那个profit and loss 报表。以我的经验，我看过很多那个报表，它里面它一定会请人把它做得很好。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可能他的业绩或者是收入没有那么的漂亮，对，或者是他的有一些隐藏的，他没有写在上面。比如说，我有看过一份，它上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小的字，报表出来很漂亮，它每年就是 profit 大概可能有10万以上，它就是写说，里面不包含就是 business owner 的一些什么交通津贴啊，什么有的没的啊，他的出勤啊什么，那就是等于说他只是把他拿走的那一部分补上去，然后就是把那个数字做得很漂亮。帮我去看报表，他一看，他就跟我点出了好几个问题，这里的员工必须要付 super 嘛，然后他就说这里的 super 就是跟他报表说他报的那个员工的薪水是合不上来的，那他中间一定就是有问题。对 ，OK， 那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找到一间我们想要的店，我们要开始去联络，然后去看这些细项的东西。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开完店之后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关于员工。塔斯马尼亚就是一个非常多那种来学厨师的，或者是来打工度假的吧。可是这一段时间，比如说之前你想要找人啊，可是好像有点不好找，而且有时候员工做一做之后，他好像就是因为签证的关系吧，或者是他想要有一些不同的升级经验嘛，所以他就换工作。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这也是有分2个部分啊。那首先，毕竟我们是小店，就是找员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有挑战，因为我们不像一般的那种大的企业啊，或者是大饭店啊，他们需要的员工很多，不一定每一个都很厉害，可以接受一些比较低于水平的人，反正他们就是上面有一些品质比较好的员工可以撑住，然后下面有一些有手有脚能工作的人就可以了。对，所以就是我们不能就是随便找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找的是适合我们的员工。而且第二点就是，毕竟澳洲很多人来都是拿着签证来的，然后尤其是 working holiday 的签证，他们那个签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能为雇主工作6个月。我们请一个人进来，然后到他真的完全了解我们这个店的运作了，这已经可以跟我们配合得很好了，大概就是6个月的时间。刚把他训练好，他就需要走，他就要走。对。然后对于小店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本考量啦。那澳洲薪水的话，它有一个标准 standard， 它就是一个叫 award 的系统，然后就是不同的行业有它对应的 award， 那里面就会有写说你给员工的最低薪水是多少，他们的福利是怎么样，我们都要跟着那一个来。那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就是那个 award 的最低要求的话，那我们就算是一个犯法，然后员工就可以去 Fair Work 告我们。那个罚很重。对，那个罚很重。就是我之前应该是去年吧，我有拍过澳洲鼎泰丰吗？不能说很可怕啦，就是基本上你罚过一次，连大公司都要收一收，然后换人做了吧。然后刚好现在7月了，刚刚又一个新的财年啊，政府又提高了最低薪的标准。那现在员工周薪至少都已经破1000了，所以压力又更大了。对，很可怕。那根据那个 award， 员工平日就是大概现在33块，假日的话就已经飙到38块了。更不要说如果我们要开 public holiday 的话，那是 double pay 哦，1个小时60几块一个人。等一下，60几块。所以1个小时台币1300。对，一个人。我去上班啊。你要付员工薪水，所以你刚刚上面讲的这些事情对你
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吗？我看要不要开 public holiday， 像我们刚过今年的那个 Easter 复活节，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惨很惨，然后还好我是叫你有上班，不然那一天我就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如果你过来澳洲，你会发现啊，为什么有些店家他礼拜天或 public holiday 他不开门，这是一个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员工薪水太高了。好，那讲完开店员工，接下来进入一个非常的秘密的环节，刺激的，好吧？除了那些什么房租啊、水电啊、食材成本之外，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一定要开店才会发现的隐藏费用？有很多哦，这太刺激了，来。这个讲一讲，我自己都要心脏病发了。那首先，最基本就是 GST 那个税，有10%，这是等于说你当天如果你的营业额有1000块，那你首先要把100块扣起来，因为那个是要交给政府的税10%。然后还有一些想不到的，比如说是保险啊，我们签租约的时候，那个房东一般来说他租约里面他会写明保险必须要第3保必须要保到多少的保额，他有规定好要买多少这样子哦？有，像我的店，他是写多少2个 million 吗？我们要付2个 million， 200万，我没有赚那么多钱哦。我希望我付得出来啊，那是保额，不是我们付的。哦，我想说我要原地退休，有200万，我还在这边。所以在澳洲做生意，它那个 GST 是非常重要的。澳洲一样要付那个council rate 还有 land tax， 然后但这个它不会特别写出来。一般我们签租约的时候，它会写你的租金是1年多少，然后 plus outgoing。对，那个 outgoing 里面就是已经代表了council rate, land tax，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要负担的水电费啊、煤气费啊那一些。做餐饮的都需要一个license， 就是它证明我们的厨房是一个 business 的厨房，就是一个正式的厨房。对，然后看守会每年派人过来检查，这样子确保我们是符合规格的，是可以不管是厨房还是在里面处理食物的人，达到他们的 standard， 有最少的那个 food safety 的那个 knowledge， 可以去做食物给客人吃。因为澳洲的food safety 是非常的严格。我知道之前我们在大饭店工作的时候，只要有人要来厨房检查，大家都会非常非常的紧张，像打仗一样，然后全部冲过去厨房冰箱，然后打开所有的门，然后检查那些日期，对所有的东西。因为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失误，一点点的出错，你整个厨房要面对的那个责任跟风险就非常非常大。对，没错。还有一个我突然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之前有跟我说我们在户外有放那个桌椅那个要付钱呢？对，没错，那个要付钱。对，那不是你想要在店面放几张桌子、几张椅子就可以的，那是要跟council 去申请，然后付他们每年吧，付他们一个金额，然后才可以在外面放桌子、椅子。对啊，我觉得这一点澳洲要学台湾啊。台湾的户外什么摆桌子、椅子而已，你可以摆摩托车，可以摆货架。你也可以摆，对，我觉得这一点台湾真的是方便。不要瞎掰好吗？设备，这是硬体的东西是房东。比如说我刚接手的时候，我有跟房东说过那个冷气一直漏水，房东他就派人来检查，然后给我换了一台新的冷气，因为那一台已经10几年，就是修了也。就是换一台比较划算，换一台比较好。那个就是房东负责，但他同时也有跟我说，冷气每年需要做一次 service， 那个就是我租客的责任。之前我们咖啡店就是冰箱坏掉，洗碗机也坏过，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贵。洗碗机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我找人来修，原来就只是一个小零件。它是控制那个出水进水的那个小零件，就那个坏掉而已。他重来了，修好走了，不到1个小时，然后给我开的发票，那个小零件才几10块，便宜。但人工收了我100多块。
那时候洗碗机的水管坏掉，然后我们两个就是一直要下班赶快去买水管回来接啊，然后要自己就是怎么说，能自己处理，我们都希望能自己处理好不好？因为请人家来用，就算只是接个水管，你可能都要付100-200块吧。对，没错，对吧？就是这些隐藏的费用加一加，其实我觉得比那些你看得到的钱还要多很多欸。对，我们一直到现在第3年才真的开始有要赚钱了的感觉。因为第一，我们当初买这个店的时候，我们是有贷款的，现在才刚还完贷款，而且我们刚接手这个店的时候，这个店的生意也不好，对，非常非常的不好，只是我一个人上班，我都觉得在亏钱。对对，所以我们也用了快3年的时间吧，才慢慢把我们的客源跟口碑建立起来。我们买这间店的时候，前一个owner 吗？就是没有把店弄得很好。那当然，我们买到价格会比较便宜啦。那你觉得这个是好事吗？凡事两面啦，有好有坏。我觉得好的就是，当然也是因为他经营不善，他的业绩不好，我们才可以用低一点的价格去入手。后面就是要比较努力的把店就是带回正轨。如果我们当初买的店是一个已经经营的非常好的店，一开始入场价格就会高，后续经营的时候或许可能压力没那么大。那像我们买的这个，就是可能前一个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买回来就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前1年2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他自己上班整天。成绩比较没有好的店啊，我觉得你就必须去让自己多辛苦一点，你才有办法就是享受后来的那个成果啦。好啦，那影片的最后呢，我们建不建议大家就是来创业开店，还是当一个好员工就好？如果你有相对好稳定的工作，或许不太需要去创业。对，我也是这样想。就是除非你一直有一个创业的梦，你有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你有那一团火，我觉得也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觉得澳洲的环境其实也蛮多机会可以尝试的，但如果只是追求稳定的话，就不太推荐了。其实澳洲对员工的福利政策一直都不错啦，他们非常在乎这些一般的那种员工吧，退休金啦、年假啦，其实对员工都是利多啦。所以如果你不是真的非常的，就像我老婆说的，你要有一团火想要去创业，你就可以创业，但最后火烧到自己那也没办法。那我们觉得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在澳洲创业？可能就是首先你有闲钱。那为什么说有闲钱很重要？就像我们一开始创业，你一定就是不会有任何的收入嘛。那你有闲钱，你就不会有那些生活的压力，你比较能经过那一段困难的时间吧。因为毕竟这就是一个长期抗战的过程。那第二种人呢，很简单，就是创业就是你的梦想，你不在乎有没有赚钱。所以如果你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状况啊，我会觉得如果你只是新移民来这边来澳洲生活的话，或许不用一定要自己创业啦，乖乖的在一间公司然后待个几年，其实你就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生活在澳洲。那如果你想创业，我会觉得就是想清楚一点吧，创业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创业就跟婚姻一样，没有想象中的浪漫，全部都是柴米油盐。对，同意。老婆说的对。OK， 那最后呢，如果大家对于创业或者在澳洲开店这件事情有什么想要更深入了解的，或是有其他想知道的资讯啊，都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那如果我们看到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再详细的分享的话，那我们就特别再来做一集跟大家分享。如果喜欢我们这一集的内容，请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我是 Neil，我是 Mandy， 我是 Mandy， 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拜。